今天我想先把一句话摆在最前头，台湾问题从来不是什么地区争议，也不是历史留下来的一团糊涂账，它是法理清清楚楚，主权明明白白，底线硬的不能碰的国家核心利益。而这件事儿拖一天，风险就多攒一天。先把法理这条链子给大家一环一环捋清楚，因为很多人只知道结论，不知道依据在哪儿。1943年的开罗宣言是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开完会之后发布的文件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，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全部归还中国，点名就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。这不是中国自己单方面的说法，是当时反法西斯阵营3个主要国家共同签下的账。2年之后的1945年，波茨坦公告又出来了，同样是中美英发布。后来苏联加入，其中再一次重申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切实履行。关键的一环在后头，日本投降的时候接受的就是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条款，也就是说他自己签字承认了要把台湾还给中国。您看这条链子是闭合的，一份宣言定归属，一份公告定执行，一次投降完成兑现。再往后到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，美国官方是正式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截止到现在，全球192个联合国会员国里，有183个国家明确奉行一个中国原则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中国不是一种立场，是国际关系里的通行规则。所以台湾从法理上讲，压根没有独立的空间，分裂这件事找不到任何合法依据。那外部势力天天拿台海议题炒作，究竟在干什么？本质上就是把中国的内政当成自己手里的政治筹码，用来搞极限施压，顺带践踏他们自己嘴上天天挂着的国际法。这里就有个耐人寻味的地方了，法理这么清楚，为什么局势还越来越紧张？答案不在法条上，在人心和算盘上。再看岛内，过去这几十年，我们始终是拿出最大诚意，保持最大耐心去争取和平统一的，能等的都等了，能让的都让了。可结果是什么？善意没换来收敛，忍让没换来和平。现在民进党当局连模糊的伪装都不装了，台独路线全面激进，全面赤裸。赖清德，也就是中国台湾省地区的现任领导人，公然抛出两岸互不隶属这套分裂谬论，拒绝承认中华民族，拒绝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等于亲手把维持现状那张假面具给撕了，危害是肉眼可见的。我给您掰成3条说。第一条是以武谋独，防务预算连年暴增，高价往岛内囤美式武器，本该用在民生上的财政被大把大把消耗在备战上，一步一步把台湾整个军事化、战场化。第二条是文化上的去中国化，几十年系统性的改教材、割裂历史、剥离血脉认同，专门冲着还没成年的那一代人下手，硬生生制造出所谓的天然独，也就是从小在扭过的史观里长大，天生就不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一批年轻人。第3条是勾连外部谋独，频繁请美西方政客窜台，配合美军的舰机来回挑衅，主动引狼入室，把台海一步步变成大国博弈的火药桶。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，也就是大陆主管对台事务的部门，给赖清德的定性非常准，彻头彻尾的台独分裂工作者，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，也是台湾民众最大的危害者。这2个头衔连在一起看才有意思，破坏和平和危害民众其实是一件事的2面。那他们图什么？我说一下我的分析判断，这是推理，不是谁摊开的账本。民进党这套路数的底层逻辑是选举，制造对抗，放大恐惧，票就好收。一旦两岸和缓下来，他们赖以生存的那套叙事就塌了。所以对抗对他们不是手段，是饭碗。军购这一块更直接，
钱花出去买的不只是武器，买的是外部靠山的一句口头承诺。问题是那句承诺从来不写进任何有约束力的文件里。改教材这一手最阴也最值得警惕，它不针对当下的选情，它针对的是20年后的认同。认同这个东西一旦扭过来，就不是政策能一夜之间掰回去的了。至于外部那边的算盘，几十年没变过，就是以台制华，用台湾卡住中国的海权，拖住中国的崛起，牵制中国的战略精力，顺手把军火卖出去。台湾在这盘棋里从头到尾是棋子，不是棋手，赌本却是2300万人的家园。说到海权，就得把地缘这一层讲透。台湾位居我国东南沿海的核心支点，正好卡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中枢位置。第一岛链是个什么东西？从日本列岛往南，经琉球、台湾，再到菲律宾这一线的岛屿，像一道弧形的篱笆，把中国的近海圈在里面。台湾就在这道篱笆的正中间那一格，台湾不回归，这道枷锁就一直锁着，台湾不统一。东海和南海的战略通道就始终被人牵制，台湾不落地。中国海军走向深蓝这件事儿，就永远得看别人的脸色。只要这个问题悬着，我们就始终有一块致命的地缘短板摆在那儿，被人拿捏软肋，国家安全的完整性就补不齐。有人还是会说，那就再等等，等我们更强了再说。这话听着稳妥，可账不是这么算的。大国博弈从来不会等谁准备到完美的那一天。眼下台海已经出现4个不可逆的趋势，我一条一条摆。一是台独本土化洗脑基本成型，年轻一代的认同正在被持续扭曲。二是外部势力的介入越来越制度化，对台军售、政治勾连、军事联动全都变成了常态。三是岛内外的分裂势力深度绑定，以美谋独已经成了民进党的既定国策。四是台海的军事化、博弈化也常态化了。那点和平的模糊空间基本被耗干，请注意不可逆这3个字的分量。不可逆意味着这些趋势不会因为我们多等几年而自己变好，只会往一个方向继续走。我把拖延的账掰成3步给您。第一步，时间给了分裂势力深耕认同的机会，人心的成本在涨。第二步，时间给了外部势力完善布局的机会，军事的成本在涨。第三步，等这2样都涨到一定份上，我们就从主动选择时机变成被动接招应付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晚清拖延边疆问题，民国拖延主权问题，最后全都拖成了国难，拖成了巨损。代价没有一次是因为等待而变小的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这个理儿放在这儿一点都不糙。最后说说我的态度，都是中国人血脉是断不掉的。我打心里希望这件事能和平的办成。家和万事兴不是软化，是有能力的一方才配得上的分寸。大陆从来没有放弃过和平诚意，但绝不接受永久拖延，绝不接受渐进式分裂，也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插手。解决台湾问题，说到底是中国人的家务事，就像一家人等着团圆，域外势力没有一点资格伸手。哪怕有人想拿经贸利益、地缘筹码来做交换，我们的立场也不会挪一寸。这是核心利益，没有谈判和妥协的余地。我也想跟对岸的普通乡亲说一句实在话，把少数搞分裂的政治势力和2300万同胞分开看。统一不是要拿走谁的日子，恰恰是不想让您的家园继续被人当赌桌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它从来不是一个国家，只是中国的一个省，这是历史，也是法理。至于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收官，那是中方统筹全局的决断，不是网上排个日历就能定的。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把道理讲清楚，把人心聚起来，不散播焦虑，也不留一丝幻想。如果这些话说进了您心里，
那说明您跟我想的是一回事儿。